他了，開睡。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今天我們要走進明朝中期的紫禁城，去探尋一段跨越17歲年齡鴻溝，貫穿兩代帝王興衰的愛情傳奇。主角是明憲宗朱見深，以及那位從卑微宮女逆襲為寵冠後宮的萬貴妃萬珍兒。在很多後世的演繹中，萬珍兒被塑造成一個善妒狠辣、禍亂宮闱的奸妃形象，而朱見深則被解讀為沉迷女色、縱容外戚的昏君。但歷史的真相往往比戲劇更複雜。今天我們將依托《明實錄》《明史》等權威史料，剝離後世的道德評判，還原這對特殊伴侶的真實人生軌跡，看看在等級森嚴的封建宮廷中，一段不被世俗認可的感情如何影響了一個王朝的走向。要理解這段關係的起源，我們必須回到朱見深命運多舛的童年。這一切的起點要從明朝歷史上一次重大的政治動盪——土木堡之變說起。這場變故不僅改變了明朝的國運，更將年僅2歲的朱見深推向了命運的風口浪尖，也讓他與19歲的宮女萬珍兒的人生軌跡從此交織在一起。1449年，明英宗朱祁鎮在宦官王振的慫恿下，親率大軍出征瓦剌。這支軍隊抽調京師精銳組建，對外號稱50萬大軍，實際兵力約20萬，卻因王振不懂軍事的胡亂指揮，先延誤軍機，後在土木堡被瓦剌軍隊團團包圍。最終明軍慘敗，傷亡不下10萬。王振被憤怒的樊鐘錘殺，明英宗本人也淪為瓦剌的俘虜。敗訊傳回紫禁城，朝野震動，人心惶惶。危難之際，竟有大臣提議南遷都城，效仿南宋偏安江南。這一提議引發朝野爭議，兵部尚書於謙等主戰派大臣堅決反對，以靖康之恥警示眾人，力主堅守京師。孫太后起初對此猶豫不決，後經太監李永昌勸說，終於堅定拒遷立場，順應朝野輿論，支持主戰派的主張。穩定政局的關鍵在於明確皇位傳承。當時太子朱見深年僅2歲，無法主持國政，文官集團紛紛上書提議立長君以安天下。孫太后雖滿心不願，卻迫於局勢危急，最終採納眾議，同意立英宗的弟弟成王朱祁鈺為帝，改元景泰。同時冊立2歲的朱見深為皇太子，明確英宗一脈的繼承權。這一妥協性的決策雖暫時穩住了軍心民心，卻為日後的奪門之變與宮廷內鬥埋下了隱患。朱祁鈺的皇位合法性源於暫代，而朱見深的太子之位又錨定了英宗一脈的正統。年幼的朱見深就此成為宮廷政治博弈的中心棋子。就在這波譎雲詭的政治背景下，一個關鍵人物走進了朱見深的生命，他便是時年19歲的宮女萬珍兒。萬珍兒出身山東諸城，生於1430年，比朱見深年長17歲。他的家境普通，父親萬貴本是當地的縣衙小吏，為給女兒謀條出路，在萬珍兒4歲時，便托同鄉的關係將她送入皇宮為奴。入宮後的萬珍兒，憑借乖巧懂事、聰明伶俐的性子，很快在眾多宮女中脫穎而出，得到了孫太后的喜愛，成為太后身邊的貼身宮女。在孫太后身邊的10幾年裡，萬珍兒不僅熟稔了宮廷禮儀，更練就了察言觀色、處事圓滑的本領。1449年，朱見深被冊立為太子後，孫太后考量到太子年幼，身邊需有絕對可靠之人悉心照料，
便將自己最信任的萬真兒派到了朱见深身邊，全权負責他的飲食起居與日常陪伴。這一年，19歲的萬真兒或許只是將這份差事視作宮廷生涯的尋常職責，卻未曾想，這次派遣會成為他一生的羈絆。而對於2歲的朱見深來說，萬真兒的到來意義非凡。在皇權更迭的混亂陰影中，這個始終陪伴在側的身影，不僅是照料他的工人，更是他動盪童年裡唯一安穩的安全感來源。1450年，被瓦剌俘虜整整1年的明英宗朱祁鎮終於被放回北京。可此時，弟弟朱祁鈺早已坐穩皇位，權力的誘惑讓他背棄了暫代皇位的承諾，壓根不願將權力交還兄長。朱祁鎮剛踏入京城，就被朱祁鈺軟禁在南宮之中，這一囚便是7年光陰。南宮之內門禁森嚴，朱祁鎮與外界徹底隔絕。朱祁鎮的生活備受限制，不僅與外界隔絕，甚至連基本的飲食供應都時常短缺，可見朱祁鈺对他的忌惮之深。父親被囚，年幼的朱见深也隨之陷入危機，太子之位岌岌可危。1452年，朱祁鈺一心想讓自己的兒子繼承皇位，決心打破兄終弟及、再傳兄子的約定。這份心思遭到了滿朝文官的強烈反對，不少大臣上書力諫，甚至因此被下獄拷打。但朱祁鈺心意已決，最終通過脅迫、賄賂等手段強行推進，廢除了朱見深的太子之位，改立自己的兒子朱見濟為儲君。一夜之間，朱見深從儲君淪為夷王，被遷出東宮，安置在南宮附近一處偏僻的宮殿裡，處境從雲端跌入谷底。彼時的朱見深雖年幼，卻也能隱約感知到宮廷的寒意。生母周氏身份低微，無法時刻陪伴在他身邊。曾經簇擁在朱見深身邊的太監、宮女們，見他失勢後，紛紛見風使舵，對他冷淡疏遠，甚至有人落井下石。在這片人情冷暖中，唯有萬真兒始終不離不棄，守在他身邊。他全權照料朱見深的飲食起居、洗衣做飯、縫補衣物，更在複雜的宮廷環境中悉心庇護，成為他最堅實的依靠。聖朝統史拾遺記中曾記載過萬真兒照料朱見深的諸多細節。那些年裡，萬真兒幾乎寸步不離地守護着他。白天，他會親自帶着朱見深在宮殿的小院子裡玩耍，教他認識花草樹木，給他講宮外的故事，驅散他的孤獨。晚上，他會守在朱見深的床邊，哼着民間的歌謠哄他入睡。一旦聽到外面有動靜，就會立刻起身查看，確保朱見深的安全。有一次，朱见深曾突發疾病，高燒不退，萬真兒連續3日3夜未曾合眼，親自煎藥擦拭身體，直至他痊癒。在朱見深心中，萬真兒早已超越了普通宮女的身份，既是母親般的照料者，也是姐姐般的守護者，更是他唯一能信任依賴的人。這種在苦難中建立起來的感情，遠比普通的君臣之禮、男女之情更加深厚和牢固，成為了朱见深一生都無法割捨的精神羈絆。1457年，局勢再度逆轉，朱祁鈺病重，而他唯一的兒子朱見濟早已夭折，皇位繼承出現真空。石亨、徐有贞、曹吉祥等大臣抓住機會，發動夺門之變，連夜率軍闖入南宮，擁立朱祁鎮復位，改元天順。朱祁鎮復位後，先穩定朝局，封賞功臣，隨後於正月21日廢黜朱祁鈺為成王。不久後，朱祁鈺薨於西內。與此同時，10歲的朱見深被重新冊立為太子，
命運迎來重大轉折。重登太子之位的朱見深，地位翻天覆地，宮中之人又開始對他阿諛奉承，爭相討好。但朱見深對這些趨炎附勢之舉毫無興趣，依舊只信任依賴萬貞兒。此時的萬貞兒已27歲，在古代雖屬高齡，卻絲毫未影響朱見深對他的情誼。他總會主動與萬貞兒分享心事，無論是學業上的困惑，還是宮廷中的見聞，都會第一時間告訴他。1462年，孫太后去世。作為萬貞兒的早年靠山，也是宮中唯一能約束她的人，孫太后的離世讓萬貞兒在宮中的地位愈發特殊。此時的朱見深已見通男女之情，他與萬貞兒之間的情感也從最初的依賴慢慢轉變為男女愛慕。朱見深曾向父親朱祁鎮提出，希望將來冊封萬貞兒為太子妃。這一請求在當時無疑石破天驚。萬貞兒出身宮女，身份卑微，又比她年長17歲，完全不符合明代太子妃民間良家女子的選拔標準。朱祁鎮斷然拒絕了這一請求，但他也深知萬貞兒對兒子的特殊意義，明白強行分離可能刺激到敏感的朱見深。於是朱祁鎮並未將萬貞兒調離，而是提升其身份為東宮長侍宮女，允許她繼續陪伴在朱見深左右。這份妥協也為萬貞兒日後在宮中的崛起埋下了伏筆。1464年正月，明英宗朱祁鎮病重離世，享年38歲。臨終前，朱祁鎮留下遺詔，命太子朱見深即位，同時選定李賢、陳文、彭實等正直大臣輔政，寄望他們輔佐新君治理國家。此外，朱祁鎮還在遺詔中特意叮囑，要善待廢後汪氏。這個汪氏是元景泰帝皇後，並赦免奪門之變中部分大臣的罪責。這份遺詔盡顯其晚年的悔悟與寬容。同年2月，17歲的朱見深正式即位，改元成化，是為明憲宗。終於執掌皇權的朱見深，迫切想要按照自己的意願安排感情生活。即位初期，他便再次提出冊封萬貞兒為皇後。這一請求立刻遭到生母周太后與朝臣的一致反對。周太后直言規勸，萬氏出身微賤，且年長陛下17歲，何以母儀天下？在她眼中，皇後須出身清白，能彰顯皇家顏面。萬貞兒的出身與年齡均不符合皇後的遴選標準。朝臣們也紛紛上書勸諫，以違背祖制、有傷國體為由，懇請皇帝放棄此念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英宗在世時已為朱見深選定吳氏為太子妃候選人。吳氏出身將門，父親吳俊是羽林卫指揮使，舅舅孫唐曾在平定曹吉祥叛亂中立下大功，救下過朱祁鎮，被封為懷寧侯，堪稱名門望族。因此，大臣們一致認為吳氏才是皇後的最佳人選。面對太后與朝臣的雙重壓力，朱見深雖滿心不悅，卻也清楚自己剛即位，根基未穩，政權仍需仰仗太后與大臣支持，無法強行抗衡。最終，他不得不妥協，放棄了冊封萬貞兒為皇後的想法，但對萬貞兒的寵愛絲毫未減，反而用其他方式彰顯這份極致深情。1464年7月，朱見深正式冊立吳氏為皇後，同時冊封萬貞兒為貴妃。雖只是貴妃封號，但萬貞兒所獲寵愛遠超皇後吳氏。朱見深不僅賞賜她無數金銀珠寶、绫羅綢緞，還將其居住的昭德宮按皇后寢宮標準修繕，重新鋪設金磚地面，添置大量奇珍異寶，
使其規格與奢華程度遠超其他妃嬪宮殿。更關鍵的是，朱見深幾乎每日都留宿昭德宮，與萬真兒形影不離，同時同讀同遊，對年輕貌美的吳皇后卻視若無睹，甚至在新婚之夜都未留宿中宮，轉而前往昭德宮陪伴萬真兒。出身名門的吳皇後剛冊立便面臨尷尬處境，自己雖有皇後名分，皇帝的寵愛卻全在萬真兒身上。萬真兒雖為貴妃，卻因皇帝的極致偏愛愈發驕縱，對吳皇後毫無敬畏之心，日常行禮怠慢，言行間多有輕慢。這份尊卑倒置的局面，讓自視尊貴的吳皇後滿心不滿，嫉妒與怨懟日漸累積，後宮的矛盾悄然醞釀。據《明史》記載，兩人的矛盾最終因禮儀之爭爆發。萬真兒的驕縱屢次觸碰皇後權威，吳皇后忍無可忍，最終以六宮之主的身份下令將萬真兒杖責懲處。按照宮廷規制，皇后本就有權約束不守規矩的妃嬪，這一懲戒雖合禮制，卻徹底激怒了朱見深。在朱見深心中，萬真兒是患難歲月裡唯一的依靠，是他最珍視的人。得知萬真兒被杖責後，他震怒不已，當即認定吳皇后德不稱位，決意廢除後位，為萬真兒出氣。但廢後是國之大事，必須有站得住腳的理由，否則會引發朝野非議。朱見深隨即把目光投向了當初負責太子選妃的太監牛玉，一場圍繞廢後的政治操作就此展開。不久後，太監牛玉被下獄問罪，供稱當初先帝朱祁鎮原定的太子妃人選是王氏。吳氏之所以能被冊立，是因其父吳俊行賄於他，他假傳先帝遺旨，才促成此事。這份供詞雖被後世推測為朱見深為廢後刻意引導的結果，但在當時卻成了廢後的關鍵依據。朱見深拿着牛玉的供詞，分別向前太后與周太后請示廢後。前太后察覺其中有隱情，認為廢後事關重大，堅決反對；而周太後則支持兒子的決定。有了生母的支持，朱見深更加堅定，隨即連下3道詔書，正式宣布廢除吳皇後。吳皇后的後位從冊立到被廢，僅維持了1個月左右，成為明朝歷史上在位時間最短的皇後之一。這場廢後風波也給後宮所有人敲響了警鐘，無人再敢質疑萬真兒的地位，哪怕是太監宮女也對她百般敬畏。吳皇后被廢後，朱見深再次提出冊封萬真兒為皇後，卻依舊遭到周太后與朝臣的聯合反對。大臣們紛紛上書勸諫，稱萬真兒出身微賤，若立為後，恐遭天下非議，懇請皇帝冊立王氏為後。朱見深無奈，只得再次妥協。1465年，王氏被正式冊立為皇後。深知萬真兒專寵的王皇後吸取了吳皇後的教訓，始終謹小慎微，對萬真兒處處忍讓，從不爭寵。久而久之，王皇後雖保有皇後名分，卻形同虛設。萬真兒雖無皇後之好，卻憑借朱見深的極致寵愛，牢牢掌控着後宮實權，成為後宮真正的掌權者。1466年正月，36歲的萬真兒為朱見深誕下皇長子。這份遲來的喜悅讓盼子多年的朱見深欣喜若狂。這個孩子不僅是他的第一個子嗣，還是他最心愛的女人所生。激動之下，朱見深當即下詔，將已為貴妃的萬真兒晉封為皇貴妃。這也是明朝歷史上第一位正式冊封的皇貴妃，地位僅次於皇後。同時，
他派遣中使前往京城周邊及重點名剎、山川祭祀祈福，懇請神靈庇佑皇長子平安成長。為慶賀皇長子降生，朱見深還推出一系列恩詔，大赦天下，減免部分地區賦稅，對朝中大臣、後宮妃嬪普遍賞賜，朝野上下一同分享這份喜悅。而這份寵愛也延伸到了萬氏家族。朱見深將萬之兒的父親萬貴提拔為錦衣衛都指揮使，弟弟萬喜、萬通、萬達也相繼獲授官職，其中萬喜為都指揮同知，萬通為錦衣帶奉都指揮佥事，萬達為指揮佥事。朱見深對這個皇長子寄予厚望，內心早已主意將其立為儲君。為保障孩子的成長，他特意挑選最優渥的奶媽與宮女照料飲食起居，還派遣大量衛兵駐守皇子宮殿外圍，嚴防任何意外發生。伴隨着皇長子的降生，萬之兒也抵達了人生巔峰，後宮中的地位徹底穩固，更憑借朱見深的極致寵愛，開始間接影響朝局走向。當時朝中的錢能、秦秦、汪直、梁方、韋星等頭級官員，見萬皇貴妃深得帝寵，紛紛主動依附其門下，通過搜羅各地奇珍異寶、古玩字畫進獻昭德宮，以此謀求官職與權力。萬之兒來者不拒，對這些人加以庇護，借他們鞏固自身地位，同時暗中打壓反對自己的大臣。不過此時成化朝初期的朝政仍由李賢等賢臣主持，整體尚未陷入混亂，但萬貴妃庇護下的貪腐苗頭已然滋生，為日後朝政的動盪埋下了隱憂。然而命運對萬之兒和朱見深開了個殘酷的玩笑。1467年11月26日，年僅1歲的皇長子不幸夭折。史料記載其死因是陰疾薨逝，具體是什麼病並沒有詳細說明。中年喪子的沉重打擊讓萬之兒陷入極致悲痛。對38歲的他而言，這大概率是最後一次生育機會。古代女子生育年齡本就有限，38歲已屬高齡，再加上喪子之痛的摧殘，她再次受孕的可能性微乎其微。皇子夭折不僅讓她失去了未來成為太後的希望，更讓她陷入深深的恐懼。她擔心其他妃嬪誕下皇子，威脅自己的地位，奪走皇帝的寵愛。從這時起，萬之兒的心態逐漸扭曲，將怨恨與恐懼發洩到後宮其他妃嬪身上，對懷孕妃嬪多加忌憚，屢屢設法干預。憑借朱見深的極致寵愛，他在後宮安插了不少心腹太監與宮女，時刻監視其他妃嬪的動向。一旦得知有妃嬪被臨幸或懷孕，便會重點針對，伺機下手。1469年，百賢妃為朱見深生下皇次子朱佑吉，這讓萬之兒感受到巨大威脅，便暗中留意朱佑吉的動向。1471年，朱佑吉被冊立為太子，可僅過了1年，1472年正月，朱佑吉突然夭折。雖無明確史料直接證明朱佑吉是被萬之兒所害，但結合當時他在後宮的權勢與專獨的性格，朝野上下多有猜測，他也因此成為最大嫌疑人。朱佑吉死後，百賢妃失勢，不久便鬱鬱而終。在万之兒的強勢干預下，朱見深長期没有存活的子嗣，這讓朝中大臣憂心忡忡，多次上書懇請皇帝廣納妃嬪，以延子嗣。朱見深對此始終態度曖昧，他並非不知萬之兒的所作所為，但對萬之兒的深厚感情與愧疚感，讓他選擇了縱容與默許。面對大臣的反覆進諫，朱見深強勢拒絕
或擱置提議。久而久之，大臣們雖仍憂心，卻也不敢再輕易強行提及此事。就在萬真兒以為能牢牢掌控後宮，阻斷其他妃嬪誕育之路時，一個意外打破了僵局。1469年，朱見深在宮中偶然临幸了一位姓纪的瑤族女子。這位紀氏本是廣西紀姓土司的女兒，因家族叛亂被平定，作為俘虜送入宮中為奴，負責管理皇帝的私房錢。一次偶然的邂逅，讓朱見深注意到了她，隨後便有了臨幸之舉。未曾想，這次臨幸竟讓紀氏懷上了龍翼。消息很快被萬真兒的心腹宮女察覺，萬真兒得知後勃然大怒，當即派宮女前去逼迫紀氏墮胎。可派去的宮女心生惻隱，不忍傷害皇帝的血脈，回去後便向萬真兒謊稱紀氏並非懷孕，只是腹中長了腫塊，得了病痞之症。萬真兒雖有疑慮，卻未進一步核實。未決後患，他下令將紀氏遷出原本的居所，安置到安樂堂居住。安樂堂是皇宮中專門安置生病、年老宮女太監的地方，環境簡陋艱苦，形同冷宮。就在這樣艱難的處境裡，紀氏於1470年7月順利誕下了一個男嬰，他便是後來的明孝宗朱佑樘。孩子降生後，紀氏滿心惶恐，他深知萬真兒絕不會善罷甘休，孩子隨時可能遭遇不測。危急時刻，宮中掌管宮門值守的太監張敏向他伸出了援手。張敏素來看不慣萬真兒的專橫跋扈，更心疼這無辜的皇嗣，他對紀氏說：“尚未有子，奈何棄之？”隨後，張敏悄悄將朱佑樘抱走，藏在了冷宮的隱秘角落。為守護這縷皇室血脈，宮中不少人自發加入了這場守護行動。被廢除的吳皇後雖身處冷宮，得知此事後也主動參與進來。她雖對朱見深和萬真兒心懷怨懟，卻清楚這個孩子是大明的希望。吳皇後拿出自己的思緒，為朱佑樘購買羊乳補充營養，還悉心照料他的日常起居。宮女們輪流送來食物，縫制襁褓，太監們則在外圍放風警戒，一旦發現萬真兒的人靠近，便立刻發出信號提醒。就這樣，朱佑樘在宮人的集體守護下，開始了隱秘的成長。他沒能像普通孩子那樣沐浴陽光，長期在昏暗的環境中生活，也遲遲不知自己的父親是誰。而在這整整6年裡，因宮中人齊心協力的隱瞞，萬真兒始終未能察覺這個孩子的存在，依舊堅信後宮中無人能誕下皇子。直到朱佑樘6歲這年，他才終於有機會與父親朱見深相認。1475年的一天，朱見深梳頭時，望着鏡中泛起的白髮，不禁感嘆：朕年近30，尚無子嗣，100年之後，皇位將傳於何人？站在一旁的門監張敏聽到這話，再也按捺不住，當即跪下磕頭：“陛下已有子矣。”朱見深又驚又疑，急忙追問：“我的兒子在哪裡？”張敏叩首請罪後，將真相和盤托出。他詳細講述了紀氏受孕、萬真兒逼迫墮胎，自己與宮人們聯手秘密守護皇子的全過程。得知真相的朱見深大喜過望，立即派人前往冷宮接回孩子。當太監們領着那個頭髮披散之地、身形瘦弱的孩子走進乾清宮時，朱見深再也抑制不住情緒，淚流滿面。他將孩子緊緊抱在膝上，細細端詳，見孩子眉眼與自己十分相似，激動地說：“此子酷似朕，真是朕的兒子。”不久後，朱见深下诏册立這個孩子為太子，賜名朱佑樘，同時冊封紀氏為淑妃，
將他從安樂堂遷出，安置在永壽宮居住。朱佑樘被册立為太子，季氏被册封為淑妃的消息，很快就傳到了萬贞兒的耳朵裡。萬贞兒得知後，氣得暴跳如雷。他沒有想到，自己嚴密控制了這麼多年，竟還是讓季氏生下了皇子，而且還被冊立為了太子。萬贞兒心中的怨恨和憤怒達到了頂點，他下定決心要除掉季氏和朱佑樘。就在季氏封妃後不久，1475年6月，他突然暴亡。關於死因，史料中存在2種說法，一種說法是季氏被萬贞兒毒死的，万贞兒派人給季氏送去了有毒的食物，季氏食用後不久就去世了。另一種说法是季氏因为害怕万贞兒的報復，自縊而死。結合當時萬貞兒的權勢與心態，他被認為是最大嫌疑人。季氏死後沒多久，太監張敏因懼怕萬貞兒報復，吞金自殺。張敏的死更讓朝野上下加深了對萬貞兒的懷疑。朱見深得知季氏死訊後，雖有愧疚，卻依舊沒有追究萬貞兒的責任。為保住太子朱佑樘，他當即決定將孩子交給生母周太后撫養。周太後深知萬貞兒心狠手辣，擔心孫兒遭遇不測，便將朱佑樘接入自己的仁守宮，親自照料飲食起居，幾乎寸步不離。一次，萬貞兒派人邀請朱佑樘到自己宮中赴宴，想趁機下手。周太后提前反复叮囑，到了萬貴妃宮裡，千萬不要吃任何東西，喝任何水。朱佑樘牢記祖母的話，到了昭德宮後，無論萬貞兒如何勸說，始終堅決不碰食物與茶水。萬貞兒見狀十分詫異，問道：“你為何不進食？”朱佑樘直言回應：“我遺食有毒。”這句話讓萬貞兒臉色驟變，他沒料到一個6歲的孩子竟對自己有如此深的戒備。此刻他也明白，朱佑樘有周太后全力庇護，又以册立為太子，獲得朝臣支持，再想加害已是難上加難。從這以後，萬貞兒徹底打消了謀害朱佑樘的念頭，再也不敢輕易動他。因為萬貞兒寵信日隆，其家族的勢力也隨之膨脹。萬貞兒的父親萬貴雖已年老，仍獲受代奉官職，享受豐厚俸祿。萬貴早年曾任職，行事相對克制謹慎，見兒子們僭越奢靡，常會加以勸告訓誡。但他的3個兒子萬喜、萬通、萬達，卻仗着姐姐的權勢，在朝野間肆意妄為，毫無顧忌。作為萬家長子，萬喜借姐姐的庇蔭，從最初的低階官職一路升遷至都指揮同知。他利用職權大肆收受賄賂，為求官者充當門路。據史料記載，當時不少官員為謀求升遷，紛紛攜金銀珠寶，綾羅綢緞登門送禮。萬喜來者不拒，只要收受財物，便會在萬貴妃面前為其美言，助力官員獲得皇帝重用。除受賄外，萬喜還在京城兼併土地，修建豪華府邸，其規制與裝修極盡奢華，甚至逾越禮制，堪比部分王侯府邸。萬通的貪婪比萬喜更甚，他不僅收受賄賂，還與宮中宦官深度勾結。宦官韋興、梁芳等人常向他輸送錢財，以攀附萬貴妃的勢力。萬通則借助宦官採辦物資的便利，從中謀取暴利。此外，他還憑借權勢在民間巧取豪奪，劣跡斑斑。更反常的是，萬通2歲的庶子、4歲的養子竟都被授予代奉官職，享受朝廷俸祿。這種质子授官的現象在明朝極為罕見，深刻暴露了當時朝政的腐敗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成化朝的宦官亂政與萬貴妃有着直接關聯。汪直、梁芳等權宦均是依靠萬貴妃得以發跡。汪直最初並非萬貴妃宮中的小太監，而是御馬監的底層太監，因機靈善察言觀色，善於討好萬貴妃，被萬貴妃推薦給朱見深，逐漸獲得皇帝信任。後來朱見深設立西廠，任命汪直為提督。西廠在汪直掌權期間，權力急劇膨脹，一度超過東廠於锦衣衛。汪直借此在朝廷中大肆打擊異己，陷害忠良。他派遣大量特務監視官員言行，但凡發現官員對自己或萬貴妃有不滿之意，便羅織罪名逮捕入獄，嚴刑拷打。諸多政治官員因此遭迫害，導致朝野上下人心惶惶。梁芳則是另一依托萬貴妃發跡的權宦。他深知萬貴妃喜愛珠寶玉器，便常年派人奔走各地搜羅奇珍異寶，甚至耗費重金從海外購置稀有珠寶進獻。萬貴妃對他極為滿意，常在朱見深面前為其美言，助他獲得皇帝信任。掌權後的梁芳大肆貪污腐敗，揮霍國庫，不僅自身斂財無度，還縱容手下宦官受賄。梁芳還引薦妖人李資省、僧人紀曉入宮，幾人相互勾結，通過傳奉官制度謀取私利。所謂傳奉官，即繞過吏部選官流程，由皇帝直接任命官員。據史料記載，通過這一制度獲官者累計達數百人，其中不乏從平民一躍成為太常卿等高階官職者。這一制度嚴重破壞了明朝的選官體系，導致官場魚龍混雜，貪腐之風愈演愈烈。當時，南京戶部尚書鄭時揭發梁芳罪行，遭罷官免職。刑部员外郎林俊因彈劾梁芳與僧紀曉，也被投入監獄。萬真兒雖未直接干預朝廷政務，卻憑借朱見深的極致寵愛，縱容外戚與宦官擴張勢力，同時通過在皇帝面前為親信黨羽美言，影響決策傾向的方式，間接左右朝局走向。不少官員為謀求升遷，紛紛投靠其門下，成為黨羽。這些人相互勾結，形成鬆散的利益網絡，嚴重侵蝕了成化朝的政治清明。面對萬真兒及其黨羽的倒行逆施，朝中一批正直的士大夫挺身而出，接連上書朱見深，彈劾萬氏家族與宦官的不法行徑，懇請整頓朝綱。其中，大學士彭實、尚書姚逵、御史王徽及侍中魏源等人的抗爭最為知名。1468年秋，彗星數次出現。在古代，彗星被視為不祥之兆，常與朝有奸佞關聯。彭實、姚逵等大臣趁機聯名上書，一方面請求皇帝君恩厚功，以廣祭祀；另一方面懇請整頓朝綱，清除奸佞。朱見深表面應允，實則毫無動作，依舊專寵萬真兒，對其黨羽的縱容也未曾收斂。相比彭實的委婉勸諫，御史王徽的彈劾更為直接。他上書直指萬氏家族以示作惡的罪行，請求朱見深嚴懲。書文中寫道：萬氏兄弟倚仗貴妃之事，貪臧枉法，魚肉百姓，若不嚴懲，恐動搖國本。這番尖銳的彈劾觸怒了朱見深，王徽不僅未被採納建議，反而被貶至邊遠州府任判官。其他直言進谏的官員也紛紛遭打壓報復。几侍中魏源因聯合同僚上書，既請求皇帝廣納妃嬪以延子嗣，也暗指萬氏勢力擾亂後宮與朝政，
被朱見深下令停仗50後貶谪外地。在持續打壓下，朝中直臣的生存空間愈發狹窄，貪污腐敗之風卻愈演愈烈。部分官員為求自保，主動攀附萬氏勢力。閣臣萬安為拉攏關係，以同姓為由認萬通為兄，每日前往萬通妻子王氏住處拜謁問安，借王氏向萬真兒傳遞心意，打探消息。另一位閣臣劉吉則通過結交萬氏黨羽的方式依附勢力，雖多次遭彈劾，卻憑借萬貴妃的庇護穩居高位。這些官員的妥協退讓，進一步助長了萬氏勢力的囂張氣焰，讓本就混亂的成化朝政雪上加霜。1485年前後，萬貴妃仍未放棄動搖儲位的念頭。此時朱佑樘已冊立為太子多年，但在萬貴妃眼中，他始終是威脅自己與萬氏家族地位的隱患。他深知一旦朱佑樘繼承皇位，自己多年的權勢將徹底終結。於是萬貴妃聯合宦官梁芳、李滋省等人，頻頻在朱見深面前吹風，試圖勸說他廢除朱佑樘的太子之位。萬貴妃不斷在朱見深耳邊詆毀朱佑樘，聲稱朱佑樘因早年境遇對自己心懷怨恨，將來登基後必會報復自己與萬氏家族，又極力誇讚其他皇子聰慧，暗示朱佑樘並非最優儲君人選。朱見深向來對萬貴妃偏愛縱容，雖未必全然相信詆毀之詞，但也逐漸對儲位之事心生動搖，易儲的念頭悄然滋生。司禮監太監懷恩得知此事後，立即冒死向朱見深苦諫。懷恩是朝中有名的正直太監，深知朱佑樘仁厚聰慧，是穩固社稷的最佳儲君。他直言进諫：太子乃國之根本，不可輕易動搖。陛下若廢除太子，必引發朝野動盪，危及大明江山。這番勸諫徹底觸怒了朱見深，也得罪了萬貴妃。懷恩先是被當場斥退，隨後被貶谪到鳳陽守陵，遠離權力中心。懷恩被貶後，萬貴妃與梁芳等人更加肆無忌憚，一邊繼續在朱見深面前詆毀朱佑樘，一邊暗中拉攏朝中趨炎附勢之臣，為廢除制造輿論氛圍。就在議儲之事即將提上議程的關鍵時刻，一場意外的天災中斷了他們的謀劃。1487年3月，泰山發生連續地震。在古代，泰山被視為五岳之首，是皇權天授的象徵。泰山地震被解讀為上天示警，預示皇帝的決策違背天意。钦天監官員隨即聯名向朱見深上書，明確指出地震源於儲位動搖，是上天對朝廷的警示。泰山為東岳，主掌天下軍權。今地震頻發，實乃上天告誡陛下，儲位不可妄動，否則恐有社稷之危。朱見深本就迷信，得知這番解讀後深感畏懼。他堅信朱佑樘的儲位是天命所歸，若強行廢除，必將遭到上天懲罰。於是他徹底打消了廢除的念頭，這場牽動朝野的議儲風波就此平息。議儲風波的失敗，不僅穩固了朱佑樘的太子之位，也讓萬貴妃的勢力遭受重創。此時的萬貴妃已年近60，年老體衰，經此打擊後，內心充滿絕望與怨恨，身體狀況也日漸惡化，再也無力干預朝政與儲位之事。1487年正月，紫禁城的寒風尚未退去，57歲的萬貴妃萬真兒在昭德宮病逝。關於她的死因，史料僅記載為暴疾薨逝，並無詳細說明。後世學者推測，
萬真兒或許是長期精神緊張、情緒鬱結，導致突發心腦血管疾病離世。也有觀點認為，他晚年體態肥胖，可能患有高血壓等慢性病症，最終因并發症猝死。這些推測均屬合理的學術探討，並無權威史料佐證具體病因。萬真兒去世的消息傳到乾清宮，40歲的朱見深瞬間癱坐在龍椅上，淚水縱橫，悲痛欲絕。他望着空曠的宮殿，拋下一句震動朝野的感慨：“真兒去了，朕亦將去矣。”這句話出自《明史·萬貴妃傳》，既是朱見深對萬真兒極致深情的流露，也意外預示了自己的命運。在他心中，萬真兒早已是生命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，沒了她，餘生便再無意義。為了安放這份深情，朱見深為萬真兒舉辦了遠超禮制的隆重葬禮。按照明朝規制，皇貴妃去世，皇帝只需輟朝3日，但朱見深力排众議，下令輟朝7日，這在明朝歷史上極為罕見。他不僅追贈萬真兒為恭肅端慎、榮敬皇貴妃，還打破常規，將她的靈柩安葬在天守山的妃嬪墓區，緊鄰自己的陵寢區域。為修建這座陵墓，朱見深耗費了大量人力物力。陵墓規格雖未達到皇後陵的標準，卻遠超普通妃嬪墓。陵前設有石人、石獸等儀仗。陵寢的建築工藝精湛，內部裝飾也極盡考究。葬禮當天，朱見深親自為萬真兒送葬，全程神情悲戚，哭啼不止。對於朱見深的愚智之舉，朝中大臣雖滿心不滿，卻歃於皇帝的悲痛與威嚴，無人敢提出異議。葬禮當日，不少百姓趕來圍觀，議論紛紛。有人感嘆帝王難得的深情，也有人批評朱見深因私情逾越禮制，置朝廷規矩於不顧。萬真兒的離世對朱見深造成了毀滅性的精神打擊，他失去的不僅是一位寵冠後宮的皇貴妃，更是一位陪伴自己走過40餘年風雨，早已融入生命的精神支柱。自萬真兒去世後，朱見深終日鬱鬱寡歡，茶飯不思，對朝政日漸疏於打理，常常獨自流連於昭德宮，對着萬真兒的遺物發呆。他一遍遍抹撒着他用過的梳子、鏡子，回憶兩人從童年相依到中年相守的點點滴滴，淚水時常不自覺地流淌。過度的悲傷與抑鬱，讓本就不算強健的身體急劇垮掉。朱見深很快臥床不起，連日常政務都難以支撐。大臣們多次入宮勸諫，懇請他保重龍體，主持朝政，但朱見深始終提不起精神，只是落寞地回應：“朕的精神已經隨着真兒而去，再也無力打理朝政了。”這份深入骨髓的哀痛，徹底耗盡了他的生命力。1487年8月。距離萬真兒去世僅4個月，40歲的朱見深在乾清宮病逝。臨終前，朱見深留下遺詔，命太子朱佑樘即位。朱佑樘的即位，標誌着成化朝的終結，也標誌着一個新時代的開始。朱佑樘是明朝歷史上一位非常有作為的皇帝，他自幼在冷宮的隱秘環境中長大，親歷宮廷鬥爭的殘酷，也深知民間疾苦與朝政腐敗的危害。即位後，朱佑樘展現出與父親截然不同的執政風格。他勤於政事，每日早朝從不間斷，大力整頓朝綱，打擊貪污腐敗，重用彭實、劉建等正直之士。果斷廢除了成化朝紊亂吏治的傳奉官制度，罷免汪直、梁芳等作惡多端的宦官，同時嚴懲萬氏家族中貪贓枉法、魚肉百姓的不法成員，
萬氏家族的權勢就此徹底覆滅。在朱佑樘的悉心治理下，明朝的國力逐漸恢復，朝政清明，百姓安居樂業，一度混亂的成化朝一弊得到大幅肃清，史稱弘治中兴。這段盛世的開啟，既是朱佑樘個人賢明的體現，也從側面映照出成化朝後期外戚與宦官專權的亂象，成為明朝中期歷史的重要轉折點。那麼，歷史上的萬枝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呢？我們不能簡單地將他定義為奸妃。從客觀角度來看，萬枝是一個極具複雜性的人物。他出身卑微，憑借自身的聰明才智與堅韌性格，在等級森嚴的封建宮廷中脫穎而出，成為寵冠後宮的皇貴妃。這本身就印證了他的非凡能力。他與朱見深之間的感情，雖跨越年齡與身份的鴻溝，卻真實而深厚。在朱見深最艱難的童年歲月裡，是萬枝兒不離不棄的守護，給了他唯一的安全感。這種在苦難中建立的羈絆，是任何人都無法替代的。同時，我們也不能否認，萬枝兒獲得權力後，確實存在驕橫跋扈、縱容家族成員為非作歹的行為，為保住地位也採取過不正當手段，這些均有史料可考，是他無法回避的歷史印記。而成化朝的朝政混亂，並非單一因素導致。封建皇權體制的弊端，明朝自正統朝積累的積弊，再加上朱見深對萬枝兒的過度縱容與執政中的不作為，共同釀成了當時的亂象。從更宏觀的歷史視角來看，朱見深與萬枝兒的感情糾葛，本質上是封建皇權體制下個人情感與王朝利益的激烈碰撞。朱見深將童年缺失的安全感全部寄托於萬枝兒，這種近乎偏執的依賴，讓他難以平衡個人私情與國家公義。其過度寵愛直接加劇了外戚專權、宦官亂政，消耗了明朝國力。但成化朝並非毫無建樹。朱見深在位期間，成功平定荊襄流民之亂，完善漕運制度，還針對河套地區發動軍事行動，以加強邊境防禦。這些政績在一定程度上延續了明朝的統治根基。我們不能因他的情感偏好，就全盤否定其執政生涯的複雜性。後世對這段歷史的解讀，也隨着時代發展不斷變化。近現代以來，史學界逐漸擺脫傳統道德評判框架，開始從心理學、社會學等多個角度重新審視這段關係。有學者從心理學角度分析，朱見深的戀母情結源於童年創傷，萬枝兒的守護者角色恰好填補了他內心的空缺。也有學者從宮廷政治角度出發，認為萬枝兒的行為兼具自保需求與對權力的主動追求，不能單純歸為奸惡。這些多元解讀，讓我們更深刻地認識到歷史人物的複雜性，也明白任何簡單的標籤化評價，都忽視了時代背景與人性多面，是對歷史真相的簡化。如今，當我們再次回望這段紫禁城中的跨世羈絆，或許更應帶着同理心理解其中的無奈與悲涼。朱見深不是完美君主，萬枝兒也不是純粹奸妃，他們都是封建皇權體制下的普通人，被時代裹挟前行。他們的感情或許不合時宜，或許損害了王朝利益，但那份在苦難中滋生的依賴與堅守，卻在冰冷的宮廷歷史中留下了一絲人性的溫度。這段歷史留給我們的，不僅是對兩位歷史人物的重新認知，更是對封建體制弊端的深刻反思。當皇權失去約束，個人情感凌駕於國家利益之上時，最終只會導致個人與王朝的雙重悲劇。
紫禁城的紅牆黃瓦見證了無數帝王將相的興衰榮辱，也埋藏了無數悲歡離合的傳奇故事。朱見深與萬真兒的故事只是其中的滄海一粟，但正是這些充滿爭議與複雜性的歷史片段，讓我們得以窺見封建時代的真實面貌，也讓我們在回望歷史的過程中不斷思考人性、權力與時代的永恆命題。好了，今天的視頻就到這裡了，希望通過今天的講解，大家能夠對朱見深和萬真兒的故事有一個更加全面、真實的了解。如果你喜歡今天的視頻，歡迎點讚、訂閱，我們下期再見。